要想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，完美的装修是最基本的前提。虽然装修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，但如果装修前能多看到一些别人家的装修案例，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经验，让自己装修少留遗憾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常见的翻车现场，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，希望能帮你避坑。1. 哑光瓷砖翻车。很多人担心亮光砖地面反光，而去选择哑光砖，以为能躲过一劫，结果还是踩坑了。入住后才发现，哑光砖虽说质感突出，但普遍有不耐脏的通病，一天到晚的搞卫生也是擦不干净。网友反馈苏苏不听劝，坚持买了哑光砖，现在超级后悔。装修完开荒保洁的时候，才发现哑光砖真的擦不干净，新房还没入住呢，就遇到这种情况，现在心里慌的一批。网友蜜一号，真心劝大家不要买哑光砖了，这是水印干了之后的样子，各种清洁剂都用上了，怎么擦都有。回家进门看到的第一眼就想哭，已经想到日后蹲在地上的日子了。小东建议，担心光污染，建议选择柔光砖。柔光砖首选肌肤釉，地面不存在反光问题，而且还好清理，不会渗污渗色。2. 悬空电视柜翻车。悬空电视柜确实很美，不落地的造型设计看上去更加简约大气，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，后期打理也省心，但它完全是依靠后面的支撑，悬挂在墙体上，如果安装不到位，或者非承重墙，就有掉落和下坠的风险，时间一长，翻车是必然结果。网友反馈小皮皮虾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，心心念的悬空电视柜还没收尾就开裂了，问了油漆师傅说只能这样了，没法补，补了还是会裂。网友靠谱小姐姐空心墙，真的千万别做悬空电视柜，能劝一个是一个。说没事的，看看我家才入住半个月就成这样子了，好害怕它哪天直接掉下来。小东建议，悬空电视柜对承重要求很高，没有十足把握，建议选择落地柜，效果也很漂亮。非要做悬空电视柜的，安装时一定要用承重支架加膨胀螺丝固定。3. 卫生间玻璃门翻车。这些年，长虹玻璃门凭借高颜值、透光不透人等种种优点，成为家装行业的网红。傲娇的身材、朦胧的美感根本藏不住，但如果选购时没做功课，盲目跟风的结果就是大型翻车现场。网友反馈黄桃罐头，不知道玻璃颜色还有这么多讲究，做出来的效果看了心态都炸了，绿得发慌。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长虹玻璃门，花了好多钱，却做出了好廉价的感觉。网友持续性摆烂，我家是安慰，当初考虑采光不好，选择双层玻璃会不够透，所以只做了单层长虹玻璃，结果导致上卫生间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真的太尴尬了。小东建议，长虹玻璃门确实美，但踩雷的几率也高，想要不翻车必须把握3点。首先，颜色要选超白，不是普白，不然会泛绿色。其次，慎选单层玻璃，一定要加一层磨砂玻璃，避免透明化的尴尬。另外，要做极窄边框，门框越窄越显高级。4. 台中盆翻车。厨房水槽台中盆不同于台上盆安装方式，它是与台面齐平，台面卫生更好打理，也不同于台下盆，不用担心承重问题，后期想换水槽也比较方便。但有一说一，它的安装工艺比台上和台下盆更为复杂，特别考验安装师傅的技术，所以现实中翻车的比比皆是。网友反馈燕麦鸡腿堡主装修前不懂，被误导说做台中盆好，可以和台面做平，没有掉盆的风险，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是又丑又难用。奉劝大家，没有靠谱的师傅和店家，轻易不要做台中盆，工艺不到位，特别容易有缝隙，会发黑还积水，真的大无语了。网友伤伤的笑，我家这个台中盆翻车翻到沟里去了，4边不平也就算了，打胶打得还乱七八糟的，分分钟想砸掉重装的感觉。小东建议，台中盆想要做出严丝合缝的效果，建议提前买回来，测量好尺寸和厚度，直接让厂家激光开槽，不要让师傅现场开槽，碰到手艺不稳的很容易翻车，没有把握建议还是选择台下盆，做好加固措施，卡扣连接根本不会掉。5. 卫生间壁龛翻车。很多人觉得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又能储物又好看显高级，所以根本没提前做功课就纷纷效仿，结果花大价钱做完的壁龛要么丑出天际，要么鸡肋不好用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网友反馈小橙子家人们谁懂啊，这哪是壁龛啊，我想着中的壁龛样子应该是好看又高级，结果完工后是这个样子的，加上我美缝做的还不好，我现在整个人都要抑郁了。网友陆天涯，当初不听工头的劝，硬要凿墙做壁龛，入住才1个月，今天洗澡时猛然闻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，好家伙，才发现壁龛里囤积的水直接臭了。小东建议
壁龛的实际作用就是做洗漱收纳。如果你家卫生间需要包下水管，直接做壁龛方便又实用，不然不要特意去做，选择五金挂件或置物架也能满足需求。另外，砌墙壁龛尽量做坡度，每次洗完澡顺便清理一下，避免出现积水发霉的情况。6. 壁挂马桶翻车。卫生间壁挂马桶主打高颜值、好搞卫生，也深受年轻人的青睐。但说实话，现实中安装壁挂马桶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要么位置高度踩坑，要么是漏水难维修。网友反馈，败家小娘子为了无死角，为了洋气，为了节省空间，加钱换了壁挂马桶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完工了。结果一式马桶坐在上面，脚是悬空的，好头疼，凿墙凿地，改吧。网友不想起名了，当初为了颜值，选择了号称几10年不坏的吉伯利隐藏水箱，结果刚用1年，墙里漏水漏到邻居天花板上，都泡汤了。换了连接件也没有解决问题。小东建议选择壁挂马桶，一定要提前量好预埋件高度，不然位置高了，坐上去脚会悬空；位置低了，下面卫生不好打扫，悬空不悬空毫无意义。当然，预留检修口也很重要，方便日常检修。7. 隐形踢脚线翻车。隐形踢脚线也被称为内嵌踢脚线，它的优点就是与墙面形成一体性，不会凸出来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落灰。于是很多人也盲目跟风，结果装完之后就纷纷后悔。施工复杂，成本费用高也就算了，安装效果还差强人意。另外，因为需要在墙面开横槽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网友反馈，糖果果的糖果屋装修踩的最大坑就是嵌入式踢脚线，不知道是墙体开槽深了，还是腻子刮厚了。施工完的效果就是每个转角的墙体都突出踢脚线，说白了就是墙体与踢脚线不齐平，这也太丑了吧，人都没住进去呢，转角下面就开始脱落了。油漆工让我找瓦工，瓦工说不是他的问题，互相推责，越想越气。网友@JoJo，我家设计师让我做极简风，所以选择了内嵌踢脚线，结果开启我最大一个装修坑的血泪史。啥也不说了，直接看图吧，做出来的效果让我喜提心脏病。小东建议内嵌隐形踢脚线，非常考验瓦工和油漆师傅的手艺，贴砖的时候几乎要做到无多余边缝或少量边缝，不然贴出来会非常的丑。还不如选择明装踢脚线，选择4至6公分的，不论是铝合金材质还是实木材质，也能做出简约大气的效果，同时还不积灰。结语：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，以上这7个装修翻车案例亦是如此，希望大家看完能引以为戒，避免踩坑。另外，不论是哪种装修设计，都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观，而忽略实用性，导致入住后苦不堪言。新房装修，阳台到底要不要封？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，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，不封会漏风漏雨，还很难打理卫生。然而也有的人会说，我就不封阳台，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，沐浴着4季的阳光，封了还叫什么阳台？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，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，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，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。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？关于这几点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，所以会重点讲下。1. 安全性高，且有保温隔音作用。首先，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，就是安全性，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，就算有防护栏，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，孩子的安全无小事。封完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，且保暖性极强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，封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、安全性，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。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，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。2. 卫生好打理，封完的阳台还很好打理，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，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、地板，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，省时又省力。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，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，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。封完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。3. 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，扩大了使用面积，适配装修风格也多，看起来整体规整，美观大方。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。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、品茶、瑜伽等，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，放洗衣机、晾衣架，一侧打上储物柜，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，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。在当下特殊时期，
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，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那么封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？一、影响采光和通风，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，阳光不能直接照射，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，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，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，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。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，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，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，效果不佳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二、阻隔视野，封完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，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，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，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。三、增加装修成本，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，也就意味着大，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价格也是不等，就算普通的断桥窗，差不多也要大几万，看你选的材质材料决定最终价格。不封阳台的优点：一、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，因为我家有老人，会很喜欢外阳台，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，随意搭配，依靠自然环境生长，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。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，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。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，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，令人羡慕的吧。总结一下，在我看来，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，总之是弊大于利。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，保暖性差，噪音大，灰尘大。其次，高层风也会很大。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。另外，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，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。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：一、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，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。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、系统窗、塑钢窗三种主流形式。断桥窗优点有很多，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，比较合适北方，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，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，防止窗户出现湿气。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，隔音降噪、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，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、五金用料、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，稳定性更好，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，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。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，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，水密性、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。当然，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，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。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，凭借价格经济实惠、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，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，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，且使用寿命短，用久了会出现变形、变脆的情况，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。二、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。现在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，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，且热稳定性更好，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，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。至于玻璃组成样式，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。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，它的隔音、隔热、采光效果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，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，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。三、最后就是安装环节，3分材料7分安装，这一点也尤为重要。首先，安装前要认真测量，预留好足够空间。其次，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，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、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。另外，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、玻璃胶、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千万别贪图便宜，用劣质材料，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。说在最后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，其实要不要封阳台，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，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。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，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，那么
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、保暖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。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。木地板作为装修中的主要主材之一，具有诸多的优势，比如温馨、时尚、档次高且脚感舒适等。但是不可否认，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，越来越少人去选择通铺地板了。即使是在一年四季温差明显的北方，很多朋友也只是选择在卧室铺木地板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曾经红极一时的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呢？本期根据本人10年地板销售经验和真实网友反馈，和大家聊聊地板的优势和弊端。相信看完这些缺点，你就不意外了。先来说说木地板对比瓷砖的优势。第一点，温馨舒适且安全性高。木地板源于天然的木材制作而成，从视觉上看，纯天然的木材纹理自然灵动，装饰在家里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。尤其是木类地板更显高档，而瓷砖大都是人工仿造石材纹理制作而成，天然大理石贵且易碎，花纹重复率高，显着呆板不灵动。从舒适度上讲，木制品更温润养人，即使是在北方，冬天暖气没来的时候，踩在脚下也不凉，舒适性更高。而瓷砖属于人造石材，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，脚感偏硬且凉，舒适性不如地板。从安全性上看，木地板相对比瓷砖而言更软，有一定缓冲能力，且防滑性更好，即使不小心磕在地面上，也比磕在瓷砖上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，更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使用。像咱家隔壁的阿姨，装了3套房子了，全是通铺的木地板，一是因为腿脚不好受不得凉，二是也要经常带小外孙，爬爬跳跳的地板比瓷砖也要安全不少。第二点，针对北方特有的地热环境，地板更方便维修。现在的木地板大多数都是锁扣式连接，无需打胶安装，方便拆装。如果家里一旦发生地热管道漏水现象，可以把地板拆开，维修好地面再铺装回去，花个安装师傅的起铺费即可。而瓷砖是贴着水泥粘死在地面上的，如果维修底下的地热管道，就需要刨开瓷砖进行维修。瓷砖毁坏后不能2次利用，需要重新购买，再找瓦工师傅铺贴，费用更高，且瓷砖批次不同，颜色也不一样，会跟原先家里的瓷砖形成色差，影响美观。给大家讲个我身边近期发生的事，姐姐家新房入住没多久，就被楼下邻居找上门来了，原因是把人家顶棚给泡了。后来找到原因是地热管被回填的砂石落出一个小窟窿，水一点一点就渗到楼下，给人家顶棚泡坏了。由于铺的是瓷砖，刨开维修好地面之后，瓷砖就毁坏了，就又买了一块。虽然是一个品牌同样型号的砖，但批次号不一样，那一块砖跟其他就有色差，影响整体美观度。我们再来谈谈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装修中越来越少人选择它的原因，以及躲不掉的弊端。一、因环境变化，易变形、易开裂。木制品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，发生湿胀干缩的现象，地板受潮会发生鼓包起皮的现象。反之，特别干燥的地热环境也容易产生地板开缝开裂的情况，售后问题多，情况严重的话还不好修复。相对比之下，瓷砖是粘在地面上的，不会变形，而且瓷砖不怕水，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发生，基本没有售后问题。二、对铺装地板的地面要求高。铺装地板之前，地面是一定要找平的，其中做自流平效果最佳，但费用也高。根据地区不同，费用大约在25至35元每平方米左右，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地板的造价。但是如果地面不平的话，地板铺装后会出现踩着呼悠有响声的情况，长此以往会影响地板使用寿命。而瓷砖不需要特殊找平地面，只需找到手艺好的瓦工师傅正常铺贴就可以。三、环保问题，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众所周知，除去纯实木地板、多层实木地板、3层实木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，在加工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胶水粘合的，而胶水里都是有甲醛的，甲醛对人体是有伤害的，所以这就要考验选地板人的细心程度了。因为一旦图便宜，买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，更要严谨。而瓷砖没有甲醛，所以就没有此类问题需要担心。这也是一些家庭不考虑用木地板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四、木地板后期维修维护成本高。说到维修成本高，是在于地板出问题的概率高。打个比方，
家里如果发生跑水现象，地板大面积泡水，就会出现起皮变形的情况，不能恢复正常使用了，就需要重新更换新地板。而且实木类地板因表面都是真正的实木表板，为了使它长久使用、历久弥新，所以是需要定期保养、打蜡或精油的。相比较而言，瓷砖只需要做好日常卫生就可以，不需要定期保养。综上所述，也能对比出来为什么当下装修中木地板的使用占比越来越少，反观瓷砖的使用面积越来越多，这些就是主要原因。而且现在铺地暖的家庭也越来越多，相比之下，地面铺装瓷砖也更省心。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在装修是用地板还是瓷砖？卫生间作为家庭生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空间，在装修时小编也是找过很多参考资料的。在面对网友们反馈中的这个别装那个不能装中，为大家整理了以下卫生间的8不装，先别急着排斥，认真看一看，也许对你有所帮助。因为别人的反馈不是胡说，都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经验教训。1. 不装木门。木门再怎么升级，它也是木门，遇水遇潮气会变形，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掉漆开裂。网友7秒鸡买的精装房，卫生间配的就是木门，还没住呢就开裂了。不想换门折腾了，找了个师傅改造一下。柠檬不酸，小户型没空间做干湿分离的，千万别装木门，变形都是轻的，掉皮开裂全是问题，还是老老实实装铝合金玻璃门吧。小编建议，除非你家是老旧小区，卫生间区域比较小，做不了干湿分离，或做便紧挨着门口，木门的隐私性要比铝合金玻璃门好，否则都建议装铝合金玻璃门。2. 不装石膏板和铝扣板吊顶。石膏板吊顶，说真的，现在还有人在卫生间装吗？卫生间潮气大，石膏板吊顶时间长就会掉皮发霉，谁装谁后悔。铝扣板吊顶风靡了好多年了，但是它真的不太好看，板小缝隙多，显着零碎不完整。网友反馈家有萌爆，当时脑袋一热欲试用的石膏板，入住2年已经掉成这样了，后悔透了。@zzz第一套房子装的铝扣板虽然缝多块小，但是怕石膏板发霉掉皮，没别的选择，再装房子就有蜂窝大板吊顶了，既完整好看还不怕潮。小编建议蜂窝大板吊顶，虽然造价可能会高一点，但它既兼顾了石膏板的完整性，同时还有铝扣板的耐用性，无论是从清洁角度还是后期的拆卸维修都是最优选择。3. 不装哑光砖和亮光砖。哑光砖表面有颗粒感，不好打理卫生，时间越久越显脏。亮面瓷砖虽然光滑好擦，但防滑性一般，流水印的话也很明显，而且光线好的时候反光严重有光污染，采光好的楼层不建议装。网友反馈放飞梦想 RE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卫生间用哑光砖，太容易脏，鞋上稍微带点土，一粘水就脏一片，基本上几天就得用清洁剂使劲刷，一瓶清洁剂都用不了1星期。哑光砖深坑，怼妈育儿，千万不要用哑光，也不要用亮光，有光污染，要用柔光砖，摸上去还是很滑的，但是不反光不脏。小编建议，之所以推荐选择柔光砖，因为从清洁角度来讲，比表面有颗粒感的哑光砖好打理卫生，表面不会藏污纳垢。从安全角度来讲，柔光砖也要比亮光砖安全性更高一些，不论是防滑性还是光污染情况都会更好一些。4. 不装黑色花洒。小编以过来人的身份，奉劝大家千万别买黑色花洒。黑色花洒偏哑光质地，给人感觉颜值很高，当初我也是冲着它的高级感买的，但是用过之后，它真的是属于谁用谁后悔的存在，尤其是北方区域。北方普遍水质偏硬，洗完澡即便擦干花洒上的水，干了之后依旧有白色水渍。网友反馈@cc 小八，本人纯装修小白，追求花洒颜值，黑色真的 YYDS， 但用了2个月，洗不掉的污垢简直恶心到家了。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踩过的雷，希望大家避免。西耶，咱就是说别买黑色花洒了，水垢水渍简直顽固到想哭。最初为了高级感选了黑色花洒，刚装上确实高级，现在真实清理到想哭。我家这边水质硬，干了之后一片白。小编建议，不想工作一天很累了，好不容易洗个澡放松放松，还得清理顽固的水垢的话，建议大家选择颜值和好打理于一身的枪灰色或白色花洒。5. 不装淋浴房。淋浴房的功能主要就是防止水溅到淋浴区以外的地方，但照比它的功能来讲，它的弊端也非常多。
首先就是造价很高，动辄大几千，而且装完淋浴房活动空间有限，很局促，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。其次，底下的挡水条有一定高度，稍有不慎就会绊脚，并且封闭挡水条的玻璃胶时间长会发霉变黑。最头疼的还是淋浴房玻璃面太多了，洗完澡不及时擦干净的话，水垢水渍超级难清理。网友反馈野原葵，让我看看是谁让玻璃门上的水渍折磨疯了。哦，原来是我自己。装修不要全听老一辈的话，什么干湿分离一定得用玻璃门淋浴房，一天不擦就是这副鬼样子，真恼火。亏在装修一定不装这玩意了，水垢黑霉清理无数次，轨道滑轮都换了好几组了。小编建议做个玻璃半隔离下沉式淋浴区，既起到了干湿分离的作用，同时也显着卫生间宽敞明亮，而且性价比也高。半隔离玻璃隔断几百块就能搞定，玻璃面露的也少，更方便打理卫生。6. 布装岩板一体盆。说到岩板一体盆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因为颜值高、耐磨好，也确实火过一段时间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它的硬伤也渐渐暴露出来了。首先就是掉落风险，因为它是用胶粘的，时间长重力原因就会出现岩板分离的情况。其次就是有卫生死角，特别是拼接处，时间一长就会因水的原因发霉变黑，藏污纳垢。网友反馈国庆岩板盆虽然好看，但是死角位置积水发黄长黑霉，才用了半年啊，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刷一刷这个盆。小编建议选择技术成熟的陶瓷一体盆。陶瓷一体盆是由高温一体成型烧制而成的，釉面光滑，不容易留水垢，真正一体没有掉落风险，而且坚固耐用，性价比还高。7. 布装直排下水。卫生间浴室柜下面布装直排式下水，因为它的弊端显而易见，首先就是打理卫生麻烦，有卫生死角，其次就是影响美观。网友反馈一条装修鲜鱼，浴室柜下水千万要自己盯紧装修公司。装修前我做的功课，浴室柜排水做强排美观，没有卫生死角，也跟装修公司说了，答应的好好的，但是到房子验收的时候就变成地排了，好丑。小编建议卫生间浴室柜还是建议做强排式下水，一是好打理卫生，不愿意自己打理柜子底下卫生的时候，扫地机器人就可以打扫了；二是美观整洁，颜值提升不止1倍。8. 布装悬挂式马桶。现在很多人选悬挂式马桶，因为对比传统马桶来说，悬挂式马桶看起来更轻盈，颜值很高，而且占地面积也小，也更方便打理卫生，没有卫生死角。但是悬挂式马桶弊端也比较明显，一是价格普遍偏高，动辄几千元；二是施工和维修麻烦，因为水箱是嵌入在墙里的，一旦马桶水箱出现问题，需要把墙体刨开维修，费人力费物力。3是安装高度问题，预留高度太低，依旧不好打理卫生，预留过高的话，上厕所还得踮脚。网友反馈@W 硬硬。悬挂式马桶大翻车，欲哭无泪啊！装修每一天都在妥协，我选悬挂式马桶就是为了好打理卫生和好看。可验收一看，马桶离地才7厘米，任何扫地机器人都进不去，已经失去悬挂式的意义了，不如买个正常马桶了，还贵。脚擦，朋友们听我一句劝，不要为了颜值买悬挂式马桶隐藏式水箱，你会变得不幸，你楼下邻居也会变得不幸。墙里漏水，直接给楼下邻居天花板泡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把墙刨开找漏点。小编建议不要盲目跟风，单纯为了颜值买它，毕竟生活是长久的。为了以后少点隐患，还是建议买落地式马桶，普通马桶或智能马桶都可以，价格合理，隐患少。说到最后，卫生间在房子区域占比来讲，可能是最小的存在，但它的使用频率绝对是最高的，所以在给它选择配件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颜值固然重要，但小编认为实用、方便、好维护才是第一要位，你说呢？烟机灶具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缺的电器之一，家里的一日三餐都要用到它。那对于抽油烟机，到底选顶吸、侧吸还是集成灶好呢？这个问题让无数人纠结。小东最近家里的房子因为住的年头久了，打算翻修一下，目前正好装修到厨房阶段，也正打算换一台烟机。面对3种不同类型的烟机，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碰巧家里的一个亲戚正好在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做厨房电器销售的，已经工作5、6年了，经他手里卖出的烟机灶具怎么也得有上百台了。我前几天特意跑去他那认真学习了一下，希望看完能解决你的选择困难症，为选择哪种烟机时不再犯难。1.
集成灶，很多人都说集成灶排烟效果好，而且很多产品还自带蒸烤、消毒功能，一机多用，是不是现在销量比传统烟机好？他告诉我说，目前很多大牌集成灶油烟吸净率几乎可达到99%极限指标，主打的就是排烟效果好。多数人选择它也是看中了这一点，但仔细对比分析一下，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。因为集成灶采用的是静息侧排，所以它对蒸、煮、炖、小炒这些有规律的，而且是固定位置的。相对温和的油烟，它的效果是最佳的。但是如果是煎、炒、烹、炸、过油爆炒这种炸开的不规则的油烟，还有需要颠勺产生的移位的油烟，这个集成灶的侧吸就不灵了。其实目前选择集成灶的还是年轻人居多，主要是有4个理由：一、性价比高，现在年轻人都会算账，如果买集成灶可以省去1米橱柜的钱。别看集成灶动辄18000一台，但是减去做1米橱柜的成本，实际到手相当于才花了5、6千，感觉特别划算。二、外观时尚，年轻人觉得集成灶是把烟机、灶具组合成一体机，所以设计外观上更好看。而且集成灶目前算是个新东西、新潮流，用的人不多，就是时尚。三、功能齐全，集成灶就是把油烟机、燃气灶外加消毒柜、蒸烤箱、洗碗机等等多种电器集合成一块的新式厨房设备。对于年轻人来讲，属于一机多用，简直不要太香。四、节省空间，集成灶相对于传统烟机不需要占用橱柜上柜的空间，而且把其他需要橱柜的电器整合到一起，说可以节省厨房至少40%的空间，一点不夸张。那么既然集成灶这么好，为什么还有人买传统烟机呢？他介绍说，对于不愿意选集成灶的人，基本都有2大顾虑。第一就是安全性，一部分人顾虑集成灶不安全，会有爆炸的可能，担心集成灶抽烟口离这个灶台太近，会有这个火苗吸入机体的风险。其实集成灶爆炸仅仅是玻璃面板裂了而已，并非产生明火的爆炸。而且现在2代、3代的集成灶工作时是采用油水分离，油烟下排，根本不会引起火灾，安全还是有很高的保障的。第二就是后期维修，客观的说，集成灶维修难度大，成本高是个事实。因为集成灶属于集成一体机，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损坏就会直接影响到整机的使用，不像传统分体机，烟机和灶具都可以单独更换。其次，集成灶是集成设计，一旦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，必须要拆机，其维护难度大，而且集成灶安装往往是嵌入橱柜里的，需要拆机检修时，很可能还要先拆除部分橱柜才能完成，这也增大了维修成本。二、顶吸烟机，我问他，那传统烟机顶吸和侧吸哪个好？他说，不管是顶吸还是侧吸，其实是各有优缺点，不能说哪个更好，还是根据自身的家庭需求去选择。首先，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，面对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油烟，它的抽油烟效果是最好的，这也是顶吸烟机最大的优点。所以说，你看饭店的后厨没有用侧吸和集成灶的，全部都是顶吸，而且款式多样，噪音小，价格通常也比侧吸、集成灶要便宜很多，2、3千就能买到一个品牌烟机，所以说适合大部分家庭选择。三、侧吸烟机、顶吸烟机价格便宜，款式又多，那为什么要出侧吸的传统烟机呢？在消费者看来，顶吸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需要过脸，这个饱受诟病，侧吸就是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其次，对于顶吸烟机有不滴油、不碰头的优势，所以这几点是大部分人选择侧吸的理由。其实顶吸烟机和集成灶都属于静吸侧排，它俩的排烟效果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对于温和的油烟比较擅长。传统烟机之所以要出这个侧吸产品，主要是来弥补这个细分市场的不足，说白了就是对标集成灶的，用来抵消这个侧吸的优势。侧吸烟机看起来很完美，其实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噪音大、价格贵，而且离灶台比较近，在烹饪的过程中更容易溅上油渍，后期清洁起来特别费事。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其实顶吸、侧吸还有集成灶在抽油烟的效果上都不算完美，集成灶和侧吸相同，适合那种固定位置的温和油烟，坦白讲更适合那种不是特别会做菜的人。顶吸烟机它可以胜任高强烹饪产生的油烟，所以是厨房高手必备。其次，就这个产品档次而言，大家不要以价格论，因为这个集成灶它集成了多个配套产品，所以价格肯定要高于传统烟机，但这并不代表贵就是高档，其实传统烟机更高档。不信你打听一下你看住别墅的，哪有几家用集成灶的？集成灶更时尚，功能多，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，这是肯定的。
至于侧吸呢，实质上就是传统烟机厂家被迫出的一个产品去打集成灶的。它既比不了顶吸烟机的控油烟的能力，又没有集成灶节省空间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当你真正懂烟机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选侧吸的。